末日重生91天，扫货升游轮，前男友和闺蜜水里跪舔，我在顶端爽翻。末日来临，世界各处下起了暴雨，洪水把人们卷入水中，到处都是尸横遍野。人们为了活下去，到处杀人抢夺食物，而我却悠闲地在游轮上泡着温泉，整个游轮食物被我堆成山。上辈子前男友和他的情人把我从阳台推进洪水中，如今却在电话里哀求着让我给他们一口吃的。我果断挂掉了电话。我喝着红酒，看着监控视频里的渣男和小三因为一点食物打得头破血流，他们不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始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垃圾回来？我正坐在沙发上发着呆，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抱怨着什么。回过神后，我看到我的男朋友潘琪皱着眉头，正看着我刚从快递站取回来的快递，而一旁的白依依则整个身体都依靠在他的身上。原来我重生了，重生在了末日暴雨降临之前。突然，我的眼前闪过一道亮光，一个系统面板一样的东西出现在我眼前，左上角还有3个红色的数字，显示着091的字样。在屏幕中央还有一个小小的木筏，距离末日来临还剩下91天。一道机械的系统音响起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抬头看向对面的两人，发现他们面色如常，看来这道声音只有我能听到。玩家您好，我是末日求生系统。91天后，末日将会来临，整个陆地都会因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暴雨而被淹没。系统像是能听到我的心声一样，在我发出疑问的下一秒，就立刻回答道。我试探着在心里问：这个小木筏是有什么作用？果然，系统回答道：我是游轮升级系统，只要玩家不断向我投放物资，木筏就会逐步升级，最后满级状态就是一艘长500米、宽70米的巨型游轮。那这个游轮有什么用吗？在末日来临时，游轮会实体化并出现在玩家面前，只有被玩家在系统里授权过的人才可以登上这艘游轮。听到这里，我顿时兴奋起来，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。你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？我让你别再买这些便宜货了，你倒好，突然之间笑什么？站在对面的潘琪看到我，先是愣了一会，然后又突然诡异的笑了起来，顿时起了鸡皮疙瘩。还没等我回答，站在一旁的白依依突然发话了：小渊，我也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这快递盒子容易招蟑螂，小心家里到时候到处都是。说完，她故作害怕的往潘琪身上靠了靠。白依依表面是我最亲的闺蜜，上辈子却偷偷和我男朋友暗度陈仓。她为了抢走潘琪，经常话里有话的在潘琪面前贬低我，就像现在，我明明每次都会将快递盒子留在外面，但她还是故意要将后果说得很恶心，从而想让潘琪更加厌恶我。而潘琪也确实很吃这一套，听了这话后，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嫌弃了。上辈子的我傻得可怜，为了挽回潘琪，居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，试图感动她，但换来的却是被他们霸占了自己的房子。他们还把我辛苦囤积的物资据为己有后，最后将奄奄一息的我扔出家门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终于看清了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。当潘琪又摆出那副嫌弃嘴脸时，我直接怼了回去：我爱买什么买什么，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他显然没料到一向温顺的我敢这样顶嘴，瞪大眼睛说：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不怕我甩了你？我冷笑一声，求之不得。趁着潘琪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就已经翻着白眼把两人轰出门外。潘琪在门口疯狂砸门，嘴里还叫喊着：林无渊，你敢这样对我，现在马上给我道歉，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谁稀罕你的原谅？我双手抱肩，透过可视门铃看着潘琪无能狂怒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好笑。等到末日来了，他还不知道要怎么死。不想再理他，我将可视门铃关掉，转身去整理物资了。系统刚才提到，只要将物资放进系统里，就能给小木筏升级。现在还不知道升到最大等级需要输入多少物资，所以我打算先把刚买回来的东西放进去，试试系统的反应。我将这些低价购买的自热火锅和方便米饭等等一股脑放进了系统里。很快，系统响起提示声：新物资囤放成功，经验值增加30点，小木筏升级为普通木筏，恭喜玩家。刚才放进去的物资也变成一个小小的图标，出现在了我的仓库里。所以这些物资并不会被系统吞掉，而是暂时存放在那里咯。我在心里问道。没错，玩家所囤放的物资只是暂时保管在系统里，等到船只实体化后，玩家就可以根据自身所需从仓库取用物资了。听起来真是个十分方便的系统。上辈子除了潘琪和白依依，连那些邻居都上门来争抢我的物资，现在他们被存放在系统里，任是谁来都抢不走了。其实我囤货的习惯源于从小缺乏的安全感，只有被充足的物资环绕，我才能感到一丝丝的安心。再加上最近几年我迷上了末日小说，对于可以囤下的物资种类也颇有研究，但我从不浪费，总会精准的在保质期前将食品全部解决。潘琪却总嫌我买特价商品丢人，而白依依更是趁机添油加醋，
把我形容成贪小便宜的疯女人。现在看来这样也好，让她捡走这个垃圾，省得我还要亲自出手。否则到时候在我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做准备时，这个男人还在旁边指手画脚当拖油瓶，那就不好了。他们应该到死都想不到，我的囤积癖在关键时刻居然能保命。我看了看系统里那艘木筏，想要在暴雨里存活下去，这个小小的木筏还远远不够，我需要更多的物资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立刻联系中介小吴卖房，听说要急售。电话那头的中介支支吾吾，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直到我抛出降价10%，超出部分全归你的条件，他的声音瞬间都明亮了起来。姐您放心，市中心这种稀缺房源，3天内保准帮您出手。原本这套房子是我的父母早年投资的，也是想要留给我当做一个依靠，当年买入价还不到现在市价的30%。没想到这附近现在居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段。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我忽然想起上辈子暴雨第3天，就有人为抢这套房子砸破了我的门窗。这次我要用这套牢笼换真正的自由。挂断中介的电话后，我立即申办了5张信用卡。由于我之前的消费习惯良好，我拿到了不小的额度，我将这些卡全部套现出来。随后我的视线又落在了电视柜上，那里堆满了我之前送给潘琪的礼物， Switch 限量款 PS5 绝版手办。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来我早就无意间囤了这么多硬通货。我将这些东西全部挂到二手平台上甩卖，消息提示音顿时响个不停。一批资金到账后，我果断开始着手进行大范围的扫货，这是我之前看的末日文里最喜欢的环节了。我前往各大超市，把米面粮油、各种基础食材、各种方便食品、罐头、桶装水、饮料、零食等方便储存的食物都买了个遍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买了一辆全封闭的货运卡车。每次采购完毕后，我都会让工人们帮我把东西搬到车上，然后由我自己开着这辆卡车停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，再将货物都装进系统的仓库里。看着仓库那一栏里整整齐齐摆放的货物，我的安全感顿时拉满。当我把货车里最后一提可乐放进仓库后，系统响起了提示音：恭喜玩家获得30点经验值，船只系统从普通木筏升级为独木舟。屏幕正中央的那艘木筏顿时闪着光，切换成了独木舟的模样。我心中感到一阵欣喜，又离游轮近了一步。只是我已经往仓库里放了很多的食物，为什么经验值涨的速度变慢了？看着仓库里的物资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我的目光突然落在放在一边的一个毛绒玩具熊身上。它是从小到大陪伴我长大的，每次只要我睡不着，就会抱着它。很神奇的是，只要抱住它，我就会很快陷入睡眠。你可不能被暴雨冲走啊！我一边喃喃自语，一边把小熊抱在了怀里。想到这里，我灵机一动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把小熊放了进去。顿时，系统响起提示音：解锁新品类物资，经验值增加5点。5点？我之前可是放了一卡车的食物，才增加30点啊！原来不同的物资品类还能提升经验值。发现了这一点后，我的干劲更加充足了，这样就不用像老黄牛一样，一车车拉食物，却只能加一点点经验值了。第二天，我正躺在床上，在网购软件里挑选着尽量不同品类的物资，手机就震动了起来，是中介小吴。我很快按下了接听。吴经理，是房子有消息了吗？林小姐，有好消息，房源刚挂出去没几天，就有位买家有意向了。刚来公司聊了几句，他就表示愿意按您的报价全款购房。小吴声音里透着不可思议，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，听说您急售特地来帮忙。老朋友？我的脑子飞速运转，知道我这套房子的人不多，有动机出钱买下来的就更少了。那么答案只有一个。我拿指尖绕着自己的头发，那个人是不是叫潘琪？哎呀，您猜得太准了。小吴的声线激动得有些过于浮夸。就是他，看来你们真的是不错的朋友。我对着免提轻笑出声，关系确实非同一般。这样吧，你告诉他，要是下午就能带全款来看房，我再降3个点。听到我这么慷慨，中介那边更激动了，千恩万谢地挂断了电话。他们一行人来得比预想中还快，不到2个小时，我的门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我就看到白依依几乎整个人挂在潘琪胳膊上，新做的钻石美甲在楼道灯下晃得人眼晕。我跟潘琪分手后，他就彻底卸下了伪善的面具，对于我的恶意藏也藏不住，墙皮都脱落了呀！白依依用鞋尖踢了踢玄关处的踢脚线。启哥，你看这没办，要不我们再押5万？潘琪故作深沉地抚摸我的门框。早说这老房子不行了，得重新装修一下。某些人自己拎不清，宁愿买那些垃圾，也不把钱花在装修上。现在倒是也不用装修了，反正他马上也要走了。白依依瞥了我一眼，没想到分手带给你的打击那么大，这么着急卖房子，是想赶紧离开这个伤心地吧？潘琪眼里透出一副嘲讽的意味，我根本不想搭理他们，只想快点将房子脱手，好拿到现金来囤积物资。他们以一副主人的姿态到处巡视着，白依依用她那长长的指甲到处指指点点，挑着这套房子的刺，想让我再压点价。但无论他们伪装得有多好，那股喜悦之情还是遮掩不住暴露了出来。当然了，
在这么好的地段，能以如此低的价格拿下这套房子，任谁都会觉得自己是占了个大便宜。我抱着手臂斜倚在门框上，看他们拙劣的表演。白依依那新做的钻石美甲划过墙面，嗤笑一声：“这破房子墙皮都快发霉了，也就你当个宝。”我淡淡开口：“小心点，碰坏了原装进口的护墙板，按价赔偿。”他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，随即又故作镇定：“吓唬谁呢？这种老房子，2010年意大利定制款，当年单价8000一平。”我打断他，似笑非笑地看向潘启：“要不要看看采购合同？哦，对了，当时你也在呢。”潘启脸色瞬间变得难看，他当然记得，那年他非要买一双限量版球鞋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赌气刷爆我的副卡。后来为道歉，才陪我去选了这套护墙板。白依依有些不服气的在口中嘟囔：“不就是个破墙面吗？那么小气。”一旁的潘启悄悄用手肘怼了怼他，小声呵斥了一句：“别说了。”他只好一脸尴尬的转移话题：“林无渊，我知道你最近又买了一堆吃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就不怕……”他故意拖长语调：“家里引来老鼠吗？”我心中一惊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买了些什么东西？”启哥的副卡能看到你所有消费记录。白依依得意地晃了晃手机：“光是昨天就刷了100多单呢。”潘启顺势搂住他的腰，语气施舍般说道：“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但看你这样疯狂购物，作为前任，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。”提醒什么？我轻笑出声：“提醒我，你正在一边花我的钱养小三，一边偷看我账单。”两人脸色顿时青白交错，我懒得周旋，直接拿过中介手里的合同：“这房子你们看了半天了，到底买不买？要买就签，不买就滚。后面还有3个全款客户排队等着看房呢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潘启就一把抢过了合同。我知道他忍不住，这套房子他觊觎许久了。上辈子在暴雨来临的第2天，他就把白依依带过来强行入住，美其名曰保护女友房产。潘启看着合同，手指因激动而微微发抖。一旁的白依依急得直拽他胳膊：“启哥还犹豫什么呢？快签呀！这么便宜的房子错过可就没了。你也听见他刚才说，后面还有人等着看。可是什么？”白依依急的声音都夹不住了。潘启悄悄把她拉到角落，压低声音：“他要求全款，我手头现金不够啊。”他的额角已经因为紧张渗出了滴滴汗珠。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？白依依有些嗔怪地打了他一下，随即追问：“那你差多少？”潘启犹豫着报出了一个数字。白依依听到后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包，眼神挣扎的在我和潘启之间来回打转。依依看出了白依依的犹豫，潘启赶紧握住她的手：“等房子到手，我们转手就能赚100万，到时候咱们想买什么包包首饰都行。”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白依依咬咬牙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：“我这里有些积蓄，你先用着。”中介小吴适时上前打圆场：“两位真是郎才女貌，这么大方体贴的女朋友可不多见啊。”说着利索的拿出 POS 机：“那咱们这就开始办手续。”我看着白依依颤抖着输入密码的样子，忽然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，她曾经得意洋洋地炫耀过这笔钱，那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嫁妆。交易进行的出奇地快，小吴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客户经理，准备文件的过程又全面又利索。终于到了最后一份文件，就在潘启准备签字时，白依依突然按住合同，转头对我露出假惺惺的担忧：“哎呀，无缘你把房子卖了，接下来要住哪儿呀？该不会要流落街头吧？”他嘴角的弧度几乎压抑不住，指甲轻轻敲击桌面。我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：“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，上周我刚把房子租给我父母，为期1年。我父母给我租的房子，我住一住没什么问题吧？”听到这句话，对面两人的脸顿时黑了。什么？白依依的声音高了8度，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：“你怎么能这么操作？房子都卖了，还想赖在这里？等这份合同签完，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。我让你滚蛋，你就得给我滚。”吴经理，你是专业的，快来评评理。按法律来讲，你们还真的不能把林小姐赶出去。怎么可能？整个房子都是我的了，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？潘启瞪着眼睛看着小吴，把对方吓得冷汗直冒。你们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应该懂买卖不破租赁的道理吧？我慢条斯理的开口，又将相关的条例搜出来摆到他们面前。两人仔仔细细确认了好几遍，发现确实有这么个规定后，顿时没了气势。看着他们瞬间僵住的表情，我微微一笑。所以在租赁合同到期前，我还能继续住在这里。潘启猛地摔下钢笔，墨迹在合同上溅开一团污渍。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。最多3个月。我伸出3根手指，看着面前系统面板上显示的090的字样。当然，我会付租金。当我报出租金的金额时，看到白依依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，两人交换了个眼神。我听到白依依小声跟潘启说道：“启哥，反正我租的房子还没到期，咱们也不着急搬家，倒不如租给他赚点租金。”潘启故作强硬的咳嗽一声：“可是他住在这里。”租金我现在就可以打给你。我打断他，故意让这句话在空气中停留片刻，并且在刚才的基础上再加10%。白依依立刻拽住潘启的衣袖，声音发嗲：“启哥，反正咱们还要在这里住好久呢，也不差这3个月。”说完，他冲我抬抬下巴：“不过要写进补充协议，3个月后必须搬走。”当然，
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，对着一旁的小吴点了点头。他赶忙开始麻利的拟补充条款，将电子版给我们3个过目之后，小跑着出去打印了。我看着对面美滋滋的2个人，心底冷笑。3个月后，暴雨早已降临，到时候这里就是一片汪洋大海，不用他们赶，我自己就会走。小吴很快就带着新的合同回来了，待我们双方签完字后，潘启长舒一口气，松了松领带。启哥，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。白依依则紧紧攥着那张余额所剩无几的银行卡，强装笑颜。某些人记得交租啊。说完，他又斜睨了我一眼，我干脆的拿起手机，将3个月的租金加押金都一口气打到了潘启的账户上。听着转款到账的提示音，2个人的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。潘启和白依依满脸欣喜的手挽着手离开了，在走出房门前，还故意当着我的面亲了一口。以前的我肯定会因为这个场景心碎，但现在的我只觉得他们演的戏实在是好笑。将2人送走后，中介小吴也带着签好的合同，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临走前还特意冲我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说：“姐，您这手玩得漂亮。”房门咔嗒一声关上的瞬间，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缓缓走到客厅中央，环视着这个装满我前世今生记忆的空间。午后的阳光透过纱帘，在落了层薄灰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下意识地触摸着墙壁上那道浅浅的划痕，那是白依依刚才用指甲划过的地方。我轻嗤一声，从手机里调出银行 App， 当看到屏幕上那串令人安心的数字时，我紧绷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，指尖轻轻划过屏幕，数着那些零，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油然而生。这些钱足够我囤积更多物资，更快升级我的船只系统了。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客厅吊灯的位置，那里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。像这样的摄像头，我的家里还有好多个。当初安装它们是因为独居缺乏安全感，没想到现在派上了更好的用场。我踱步到书架前，看似随意地调整了几本书的位置，确认着隐藏摄像头的状态。那个伪装成一本书的摄像头运转正常，正对着客厅沙发。走到餐厅，我的指尖轻轻擦过亚麻布的窗帘。那个做成螺丝钉模样的微型摄像头依旧牢固。我想起上辈子暴雨来临后，潘启和白依依就是坐在这个摄像头底下，一边享用着我囤积的食物，一边嘲笑我的愚蠢。检查完所有隐藏摄像头后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缓缓转了个圈。很好，每一个角度都被完美覆盖。本来我打算在把房子卖掉之前拆除这些设备的，而现在既然下一任买家是潘启，那拆除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。或许在暴雨来临后，我还能通过他们观察潘启和白依依，防止他们再产生什么伤害我的心思。坐到沙发上，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 App， 屏幕上顿时分割出数个实时画面，每一个画面都清晰记录着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，就像一张无形的网，静静等待着猎物上门。轰隆一声，下雨了，末世到了。不可能这么快！我连忙看了系统一眼，末世倒计时还未到来，还有时间。有了卖房的一大笔钱进账，我可以尽可能地囤更多物资了，还得再快点。想了想，我不能没有新鲜蔬菜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堆种植用的土壤、肥料和工具，当然还有最关键的各种蔬菜种子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还买了不少速冻蔬菜，基本的药物也是不能少。我将自己平日里所要用到的药买了个遍，又囤了不少感冒药、抗生素、抗过敏药等各种基础药品。到了末日，能源也是重中之重，我又去采购了各式发电机、燃油、净水器以及各种野外生存设备。为了方便查找，我将囤积的物资全部都分了类，在大类下面还有各种细分的种类。距离暴雨降临只剩2个月，天气非但没有转凉，反而反常地持续升温。连续数周，天空不见一丝云彩，毒辣的日头炙烤着大地，连柏油马路都蒸腾起扭曲的热浪。人们穿着夏装，躲在空调房里抱怨：这鬼天气，都快入秋了，还这么热。全球变暖真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我站在商场冷气充足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白花花的街道，行人步履匆匆，用手遮阳。谁也不知道这场酷热正是末日暴雨的前奏，只有我面前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在提醒着即将来临的灾难。小姐，这些都要打包吗？专柜店员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，我收回目光，看向柜台上堆成小山的物资：防水火柴、高强度尼龙绳、多功能刀具，全部包起来。我递出信用卡，视线却落在脑海中的系统面板上。大型多维帆船升级进度47%，下一等级明轮蒸汽船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之后的1个月里，我像不知疲倦的蜂鸟，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。今天的目标是医疗物资，之前采购的药物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远远不够。等末日来临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我得准备更多的器材和药物，以防突发情况发生。我缓步走进一家医疗器械店，这是市内最大的一家店了。体温计、血压仪，各种常备药品。我仔细清点着清单，在备忘录里把对应的记录划掉。店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也不打算解释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一回到车上，我就将这些物资全部都收进了系统里。5次入库成功，获得68点经验值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之前已经拿到了医疗物资品类的额外经验值，看来这次是不会再加了。几天后，我又开始转战户外用品店，冲锋舟、潜水服、渔具。当我指着展示柜最顶级的潜水设备时，店长亲自迎上来：小姐好眼光，
这套装备能在水下50米正常工作。包起来。我干脆利落的刷卡，看着店员小心翼翼地将装备装箱。这些装备在暴雨后期会变得无比珍贵。回到家中，我打开系统面板，那艘帆船在虚拟界面上缓缓旋转。不行，还是不够。我摩挲着下巴，目光落在那似乎没有存储上线的系统仓库列表上。还有什么类型是我没试过的呢？我陷入沉思。阳光透过客房的玻璃窗，在窗台上洒下一片暖金色。我小心地捧起一株小番茄苗，它的叶片已经展开了，嫩绿的茎秆上甚至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花苞。再浇点水就好了。我哼着歌，用喷壶轻轻喷洒叶面。这2个月来，除了疯狂采购，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种植。从最初的连多肉都能养死，到现在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蔬菜苗，生菜、小黄瓜、樱桃萝卜，每一株都长势喜人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仔细检查每一株幼苗的生长情况。看着手里这盆小番茄，我突然灵光一现，我将系统界面调出，尝试着将那盆小番茄连同陶土花盆一起收进系统。下一秒，手中的重量突然消失，系统提示音欢快地响起。恭喜解锁新品类活体植物，经验值增加50点。我惊喜地睁大眼睛，连忙将其他的盆栽也一一收进系统。每收入一盆，经验值就跳动一次。当最后一盆生菜从窗台消失，我的系统界面突然迸发出耀眼的金光。那艘帆船在光芒中变形、扩展，最终变成了一艘威风凛凛的蒸汽船。铜制的管道闪着金属光泽，黑色的船身上还有精致的浮雕装饰。我着迷地欣赏着这艘新船，比起之前的帆船，蒸汽船明显大了不少。甲板上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温室穹顶，看来系统自动为我的植物安排了种植区，太好了！只是不知道被收进系统仓库的植物会怎么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从仓库里调出一盆小番茄，我仔细检查着它的状态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在系统的保存下，它似乎进入了某种休眠状态，叶片依然翠绿饱满，丝毫没有蔫味的迹象。看来以后可以多种些不同的作物了，水果、香料、药用植物。看着仓库里日渐丰盈的物资，我心里的安全感逐渐增加。末日来临，倒计时半个月。整个城市依旧酷热难耐，但我已经能隐约嗅到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潮湿气息。我的采购清单越来越短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手绘的稀有物品狩猎图，图上面标记着城中各个偏僻的旧货市场、手工艺作坊，甚至废品回收站。我总觉得已经把所有能想到的品类全都买了一遍，但经验值还是越涨越慢。虽然蒸汽船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，但如果能升到最终等级巨型游轮，那就真的完美了。这个多少钱？我蹲在一个地摊前，手指轻轻拂过一件造型古怪的铜制器物。摊主是个留着长须的老人，他眯着眼打量我。小姑娘识货啊，这是老船上的蒸馏器，能提取淡水的。我强压住心中的激动，不动声色地付了钱。当这件沉甸甸的铜器被收进系统时，提示音格外悦耳。物品收入成功，经验值增加30点。就这样，我这些天不停地从各个市场淘货，不断给船只系统增加经验值。暴雨来临，倒计时还有1天。夜晚来临，我疲惫地瘫坐在沙发上，对着系统里那个极其接近满级的经验条发呆。好累啊，还好我当初买了个足够贵的沙发，躺在上面可真舒服。我自言自语道：哎，沙发，对了，我还没有往系统里放过家具类。我兴奋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，赶紧把身下的沙发收进系统里。物资入库成功，获得20点经验值。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，等明天家居城一开门，我就去扫货，一定能把经验值填满。暴雨来临，倒计时0天，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从天切换到了小时。我起了一个大早，直奔家居城。经过1天的扫荡，我把各种类型的家具买了个遍。当工人们把最后一把椅子装进我的货车里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接下来只需要把货车开回家，将这些东西入库就行了。哎，这不是林无渊吗？怎么找到新房子了？我刚准备开车走人，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是白依依。她依偎在潘启身旁，后者则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看看你离开了我之后灰头土脸的。经过1天的奔波后，我确实有些疲劳，但现在被他们这样贬低，我一点也不觉得伤心。毕竟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正在飞快地跳动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他们闲扯，必须争分夺秒将物资入库。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我走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3个月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该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。潘启特地把我的2个字咬得很重。我今天就搬出来，你现在就能住进去了。反正该拿的东西我都已经放进系统仓库了，那个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了。两人对我如此干脆的态度感到一阵惊讶，一时间找不到话来回我。没别的事，我就走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距离暴雨降临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，我的船只系统还没有升到顶级，我已经开始焦急了起来。不许走！谁知道你有没有把房子弄得一团糟？你得跟我们一起去验收。白依依紧紧拉着我不松手，我急得直冒冷汗。半小时内肯定不可能开回家里，但看着眼前难缠的两人，我也深知要是拒绝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我走。好吧，不过
我要跟你们分头走。白依依还想说什么，被潘琪按住了。看来这两个人刚才还打着蹭我的车回去的算盘。目送两人打车离去后，我赶忙冲进货车的货箱，只剩下10几分钟，已经来不及再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了。我动作迅速的一件一件收录着这些家具，系统提示音不断在耳边响起。最后一个床头柜刚被收进仓库，我的眼前就出现一道炫目的金光。物资入库成功，经验值增加2点，船只系统已升级，恭喜玩家获得梦亚方舟级豪华游轮。听到系统提示音，我的心脏开始狂跳。我终于成功了！我开心的在货车货箱里手舞足蹈。眼前系统界面上一艘巨大的游轮缓缓旋转，它流线型的船身泛着珍珠般的光泽，甲板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温室穹顶、太阳能板阵列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组。哒哒，车外第一滴雨点终于敲击在车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滴，系统发出刺耳的提示音，紧接着就是一串冰冷的提示音。倒计时结束，末日暴雨来临。雨点开始稀疏地敲打在货车箱顶，发出细碎的哒哒声。行人们纷纷找到可以遮雨的地方躲避。我握紧方向盘，深吸一口气，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。货车在逐渐密集的雨幕中穿行，雨刮器以最大频率摆动，仍难以完全看清前方的路况。透过模糊的车窗，我看见路边一对情侣正狼狈地用皮包挡在头顶，白衬衫被雨水浸得透明。还好赶上了最后几分钟，把游轮拿到手了。我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方向盘。雨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大，原本稀疏的雨点已经连成雨丝，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水痕。系统界面悬浮在视线前，正中央那个巨大的游轮图像让我感到一丝安心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不在水深前将游轮释放到合适的位置，再先进的船只也只会成为搁浅的废铁。港口，必须去港口。我在心中默念着，拐上了通往港口的高速公路。雨幕中，其他车辆都打着双闪缓慢行驶，只有我这辆货车依然保持着正常速度。一道闪电划破天际，紧接着雷声轰鸣，暴雨终于彻底爆发，雨水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，能见度瞬间降到不足10米。我不得不降低车速，紧张地注视着前方道路。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里面正在播报着关于这场大雨的报道。本市遭遇特大暴雨，预计将持续4至5个小时，请各位居民注意安全，减少出行。我笑了，4、5个小时。事实是，这场大雨会下整整3年。雨水中已经开始积聚在低洼处，车轮碾过时溅起巨大的水花。我看了眼系统时间，距离暴雨开始才过去不到20分钟，路面已经有了明显积水，得快点了。我咬紧下唇，小心地加速。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，我看见几名交警正在冒雨指挥交通，积水已经没过他们的脚踝，但仍在坚持工作。我的心中泛起一丝苦涩，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。越靠近港口，路况越糟糕，某些路段积水已经达到小腿深度，少数车辆冒险涉水通过，更多车辆选择绕道或停滞不前。还好我今天开的是货车，底盘很高，发动机不会因为进水而熄火。手机在副驾驶座上不停震动，屏幕上潘琪的名字固执地闪烁着。我单手握住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摸索着按下蓝牙耳机的接听键。李务员，我们到房子这儿了，你人呢？不是说好等我们验收的吗？突然有急事，先走了。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？客厅地板被你的家具压出凹痕了，阳台推拉门也卡住了，还有……你说个数，我赔给你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，同时猛打方向盘，避开一个漂浮过来的垃圾桶。电话那头明显安静了一瞬，我几乎能想象出两人对视时眼中的贪婪。货车驶入港口区域，雨势更大了，密集的雨点砸在车顶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。片刻后，潘琪报出一个夸张的数字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港口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，保安正在艰难地试图关闭大门。这样啊，我按响喇叭，同时降下车窗，对保安喊道：“预约的货轮供应商。”然后继续对电话说：“那我得确认一下损失情况，一会儿给你发2个视频文件，一个是3个月前拍的房屋全貌，一个是今天早上离开前拍的。”保安犹豫地打开大门，我驾车驶入港口区域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窣声，还有交谈声。麻烦你圈出来，具体哪些地方跟3个月前不一样，我照价赔偿。电话那头陷入尴尬的沉默，只有雨声和压抑着的争吵声。我关闭发动机，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望向汹涌的海面。这个阳台推拉门明明就是什么？视频里显示的清清楚楚，那扇门2年前就不好用了，我还特地拍过视频发给你，记得吗？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，只有白依依小声嘀咕的背景音。我推开车门，暴雨瞬间将我淋得透湿。要是找不出具体损坏的地方，那我就默认没有需要赔偿的。等等，卧室墙纸有点褪色，这总该是你这3个月造成的吧？我叹了口气，快步走向泊位边缘。那是西晒房间，墙纸褪色是自然老化，需要我调出去年同一时间拍的照片对比吗？不等他回答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将手机调成静音。本来他要是能收敛一点，说不定我还施舍给他一点赔偿金。现在他1分钱也别想拿到了。暴雨中，港口的海水已经开始上涨，浪花拍打着码头。我望着汹涌的海面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系统界面。系统在目标点释放游轮，
刹那间，一道耀眼的金光穿透雨幕，巨大的游轮凭空出现在泊位上，随着海浪轻轻摇摆，它比系统界面上看到的还要宏伟。流线型的船身在暴雨中依然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。我快步登上舷梯，当双脚踩在游轮甲板上时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涌上心头。转身望去，港口外的城市已经笼罩在灰蒙蒙的雨幕中，街道变成河流，车辆如玩具般漂浮在水中。推开厚重的舱门，我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地屏住了呼吸。挑高近10米的豪华大厅映入眼帘，水晶吊灯从穹顶垂落，数千颗施华洛世奇水晶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，倒映着两侧的金色廊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氛。我的鞋全湿了，索性就脱掉扔在一边。当我赤脚踩上柔软的波斯地毯时，感觉自己仿佛踏在云端。左手边是挑空设计的弧形楼梯，右手边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。窗外暴雨如注，反而更衬得室内温暖宁静。浑身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我赶忙按照系统的指示，快步走向客房区域。推开总统套房项目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又一次被震撼了。这哪里是船舱，分明是顶级豪宅的配置。客厅宽敞得可以办舞会，整面墙都是防爆玻璃，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卧室内King size 大床看起来柔软的不可思议，我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，被黄铜五金和黑大理石装修惊艳的倒吸一口气。按摩浴缸大的足以容纳3人，当热水淋遍全身时，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，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，疲惫和寒冷被彻底驱散。洗完澡出来，我裹着柔软的浴袍，发现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不停。原来的业主群里已经炸开了锅，602老王说地下室全淹了，他的珍藏版茅台泡了汤。1102小美抱怨外卖全停了，快要饿死了。303刘姐则担心这雨要下好几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看着一条条抱怨，心情复杂，他们还不知道这雨永远不会停了。经历了一天的奔波，我顿时感觉疲倦感袭来，我把自己摔进那张大床里，天鹅绒床垫十分柔软，我几乎瞬间就陷了进去。而前世的我，那时我只能睡在客厅地板上，听着主卧里潘琪和白依依的嬉笑声，身上只有一条薄毯，真是傻的可以。我轻声自嘲，把脸埋进羽绒枕里，床实在太大了，我滚了2圈都没碰到边缘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最后记得的是窗外永不停歇的雨声和身下云朵般柔软的触感。第二天自然醒来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我躺在巨大的床中央，感觉自己像一颗被包裹在云朵里的豌豆公主，床垫柔软却富有支撑力，无论怎么翻身都舒适得令人叹息。我慵懒地伸展四肢，感受着高级埃及棉床单的丝滑触感。前世那些冰冷的地板、单薄的毯子，还有主卧里传来的嬉笑声，都遥远得像是上辈子的事。好吧，确切地说，就是上辈子的事。我起身简单洗漱了一下，拿出一件真丝睡袍穿上，就悠闲地走下楼，准备前往餐厅。坐在餐厅的椅子上，我将系统仓库里的一些食材转移到了餐厅的双开门冰箱里，各种食材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。冷鲜柜里躺着色泽诱人的澳洲和牛、法国鹅肝，蔬果格里堆满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。我轻哼着歌，给自己煎了一份太阳蛋，配上班尼迪克酱和烟熏三文鱼，烤面包机叮的一声弹出金黄酥脆的吐司，咖啡机正咕噜咕噜地萃取着香浓的意式浓缩。最后我从保鲜柜里取出一盒新鲜树莓，精心点缀在餐盘边缘，完美！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，端起餐盘走向临窗的餐桌。窗外暴雨依旧不知疲倦地敲打着海面，但游轮稳得如同陆地一般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拿出平板，打开了老房子的监控软件，画面亮起，潘琪和白依依正坐在餐厅里用餐。那是我精心挑选的意大利大理石餐桌，现在上面摆着2份精致的刺身拼盘，潘琪手里晃着一杯红酒，脸上的优越感都快溢出屏幕。看看业主群里那些人，白依依用筷子夹起一片厚切三文鱼，嘴角带着讥诮的笑。下个雨而已，吓得买了一堆泡面自热锅，真是一副穷酸样。潘琪附和着点头，抿了一口红酒。就是这雨顶多下个1周也就停了，还不如跟我们一样买点高级食材享受生活呢。他得意地晃了晃酒杯，这可是我珍藏的勃艮第，现在喝正合适。我切下一块嫩滑的太阳蛋，看着蛋黄缓缓流出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监控画面里，2人正举杯相庆，丝毫不知道他们的高级食材根本撑不过1周。享受吧。我对着屏幕举了举咖啡杯，等断电之后，看你们的深海三文鱼和高级牛排能撑多久。画面中的白依依正在炫耀新做的美甲，潘琪则忙着给2人的酒杯酗酒。他们身后的窗外，雨水已经淹没了楼下花园的雕塑，水位正在悄然上涨。我关掉监控，悠闲地享用完最后一口早餐，餐盘里的每一样食物都保持着最佳口感。游轮上的智能恒温系统让一切都很完美。暴雨第5天，天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，雨水不知疲倦地倾泻而下。我站在游轮宽敞明亮的厨房里，中岛台上摆放着各式厨具，头顶的灯光柔和地照下来。游轮的发电系统正平稳运转，将风暴的能量转化为温暖的电力。平底锅里的澳洲和牛排正煎得滋滋作响，迷迭香和蒜片的香气在空气中交织。我熟练的翻面，看着肉排表面泛起完美的焦糖色。旁边的蒸锅里，龙虾尾渐渐变红，散发出海洋的鲜香。这种天气，
果然还是需要一杯冰饮。我自言自语着，打开双开门冰箱，取出提前冰镇好的芒果和椰子水，破壁机轻声运转，很快，一杯金黄诱人的芒果冰沙就做好了。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，我特意插上一把小纸伞和吸管，享受着这末日中的小小仪式感。忽然想起什么，我端着餐盘走到控制台前，调出老房子的监控画面。屏幕亮起的瞬间，我忍不住轻笑出声。画面里，潘启正对着敞开的冰箱唉声叹气。原本塞满高级食材的冷藏室，现在一片狼藉，化开的血水从变质的牛排和三文鱼中渗出，把整个冰箱弄得一团糟。他抓起一盒已经发灰的和牛，痛心疾首地扔进垃圾桶。早就说过该买点罐头和自热锅。他埋怨地瞪了白依依一眼。现在好了，这些高级货全完了。白依依正对着镜面橱柜整理头发，闻言立刻反击。当初是谁说喜欢精致生活，看不起林无渊那种万事都要讲究实用的样子的？他模仿着潘启的语气，买那些便宜货多掉价啊！我们要活得有品位，这话是不是你说的？潘启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小声嘟囔：最起码他囤的方便食品不会2天没冷藏就坏掉。他要是在的话，我们最起码现在不会饿肚子。这句话说得很轻，但白依依显然听到了，她猛地转身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刚做好的美甲深深掐进掌心。潘启，你居然敢说这种话！我切下一块完美的牛排，肉质鲜嫩多汁。监控里，两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。潘启看着空荡荡的厨房，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懊悔，而白依依则气得满脸通红，把最后半瓶矿泉水重重摔在桌上。暴雨已经将供水系统污染，他们现在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十分浑浊，而我的游轮上净水系统正在底层平稳运行，将过滤后的纯净水输送到每一个龙头。我轻轻晃了晃手中的冰饮，杯中的小纸伞随着动作轻轻旋转。窗外的暴雨依旧猛烈，但游轮内的一切都舒适而安稳。看来我抿了一口冰饮，精致生活也是需要电力的呢。暴雨第10天，我从恒温泳池中缓缓起身，水珠顺着肌肤滚落，泳池的水温被精确控制在28度，与窗外肆虐的暴雨形成鲜明对比。我裹上柔软的浴袍，随手拿起控制台上的平板，指尖轻滑，监控画面亮起的瞬间，两个人的身影映入眼帘。画面里，潘启和白依依已经瘦得颧骨突出，正像2只饿极的老鼠，分头在屋里翻箱倒柜。潘启原本精心打理的发型，现在油腻地贴在额头上，白依依那身名牌家居服也皱巴巴地沾着污渍。潘启突然像是看到了什么，整个人几乎钻进储藏室最深的角落。当他重新出现时，手里拿着一包被压变形的红烧牛肉面，那表情像是找到了传世宝藏。是我去年藏起来的备用品，我喃喃自语，居然真被找到了。最讽刺的是，潘启曾经最鄙视这种廉价垃圾食品，现在他却颤抖着撕开包装，连调料包都来不及撒匀，就迫不及待地啃起干硬的面饼，碎屑沾满他的嘴角。他吃得那么急，甚至被噎得直捶胸口。白依依眼巴巴地看着，咽着口水问：能分我一点吗？潘启护食地把面饼转了个方向，含混不清地说：我再找找，说不定还有。我随手拿起一旁冰桶里的香槟，金黄色的气泡在杯中小幅升腾，刚抿了一口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监控里的潘启此时已经把方便面吃得一点不剩，他盯着包装袋，喃喃自语：对了，林无渊。白依依立刻凑过来，眼睛里冒出金光。对啊，你那个囤货狂前女友，她那里肯定有吃的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嘴角浮上一抹狡黠的笑意。他们那种贪婪的目光，我太熟悉了，和上辈子他们霸占我物资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潘启甚至舔了舔嘴角的调料粉，仿佛已经在幻想自己霸占我物资的模样了。我轻轻晃动着香槟杯，气泡细密的上升，窗外的暴雨还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舷窗，而监控画面里，那2个人已经开始翻找手机，显然在琢磨怎么联系我。真是不死心啊！我轻叹一声，品了一口香槟。我轻晃着香槟杯，看着监控画面里2人饥肠辘辘的模样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。现在才想起我，未免太晚了。暴雨已经持续了10天，整个城市早已变成汪洋。我们小区的地势较低，洪水早已淹到了3楼。就算他们知道我在港口，也不可能穿越这片死亡水域。然而第2天清晨，当我正在享用鲜榨橙汁时，监控画面里的动静让我挑了挑眉。潘启正把几个塑料收纳箱拖到客厅，白依依则在一旁疯狂地翻箱倒柜。2人眼下的乌青显示他们一夜未眠，但眼神里却燃烧着一种疯狂的希望。这个可以用。潘启兴奋地举起几块拆下来的衣柜隔板，白依依咬咬牙，突然冲进卧室，爆出一堆她最珍爱的名牌衣裙。我一眼就认出那条香奈儿的连衣裙，上辈子她曾得意地告诉我，那是潘启用我的副卡买给她的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竟然拿起剪刀，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昂贵的布料剪成条状，纤细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，但他眼中只有疯狂的执念。这里要绑紧一点。潘启满头大汗地指挥着，用那些名牌布料将木板和塑料箱缠绕在一起。经过数小时的折腾，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筏居然真的成型了，它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散架的样子。他们费力地将筏子搬到了楼下，将它放置在水面上，虽然很破烂，但它居然真的能浮起来。潘启先小心翼翼地爬上去，筏子剧烈摇晃，白依依吓得尖叫。快点！潘启不耐烦地伸手拉他，最终2人都战战兢兢地坐上了这个简陋的筏子。潘启用一块木板当桨，
笨拙地在漂浮着各种垃圾的洪水里滑行。我放下橙汁，饶有兴致地看着监控，筏子经过的地方漂浮着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，腐烂的食物，动物的尸体，各种虫子。白依依紧紧抓着筏子边缘，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，每一次晃动都让她发出压抑的惊叫。而潘启则拼命划着水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那种疯狂的执念让我想起上辈子他们抢夺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表情。我却并不担心，且不说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，就算知道了，要滑到这里也要好几天。暴雨持续肆虐的第11天，游轮内部却依然保持着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。我正在顶层观景台享受日光浴，当然是人造日光，但足以让人心情愉悦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，系统界面突然红光闪烁，机械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。警报，检测到人类生命体靠近，距离200米，正在持续接近。我挑眉起身，快步走向控制室，高清监控画面亮起，那个破烂的木筏正在波涛中艰难前行。潘启和白依依浑身湿透，冻得嘴唇发紫，却还在拼命划水。居然真找来了！我轻哼一声，看来潘启比我想的要狡猾，8成是在我的货车或者手机里装了定位器。他们显然被眼前巨大的游轮震撼到了。白依依张大嘴巴，连划水都忘了。潘启则眼中冒出贪婪的光，仿佛饿狼看到了肥肉。开门，李渊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。潘启用尽力气拍打着游轮特制的合金大门，手掌拍得通红。我悠哉地调出外部通讯系统，他们的脸顿时出现在舱门侧的显示屏上。两人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狂喜的表情。吴渊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白依依立刻换上那副假惺惺的关切表情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，快让我们进去吧！潘启也急忙附和。对啊，看在我们往日情分上，帮帮我们吧！这鬼天气实在太可怕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转身从餐桌上取来一份刚做好的香煎鹅肝，金黄酥脆的表面还冒着热气，配上黑松露酱汁，香气仿佛能穿透屏幕。他们的话戛然而止，我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，故意让刀叉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鹅肝在唇齿间融化时，我满足地眯起眼睛，透过屏幕能清楚地看到两人喉咙滚动，疯狂咽口水的模样。潘启终于反应过来我在戏弄他们，气得脸色发青。林无渊，你什么意思？白依依则还在做戏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吴渊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我放下刀叉，端起一旁的红酒轻抿一口，这才缓缓开口。二位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是谁说囤货的人很掉价来着？他们顿时语塞。我继续享用美食，每一口都吃得格外仔细。当他们眼睁睁看着我吃完最后一口鹅肝时，潘启终于爆发了。贱人，你给我开门！他疯狂踹向合金大门，却反而被反作用力震得踉跄后退。白依依也撕下伪装，尖声咒骂：你不得好死，等我们进去有你好看。我轻笑一声，关闭了外部通讯。他们的叫骂声被彻底隔绝在外，只能无能狂怒地拍打着坚不可摧的合金大门。警报系统显示，他们还在徒劳地尝试各种方法，而我已经准备去享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了。一觉醒来，窗外的雨势仍然没有减弱，锲而不舍地拍打着舷窗。我慵懒地坐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一边刷牙一边打开了监控屏幕。门口空空如也，只有浑浊的洪水轻轻拍打着船身。终于放弃了。我轻笑一声，心情愉悦地走向厨房，爆米花机嗡嗡作响，金黄的玉米粒噼里啪啦地绽放。我顺手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冰镇可乐，倒进专门的可乐杯里，又切了一片柠檬扔进去。气泡在玻璃杯里欢快地上升，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冰爽的感觉让我一激灵，随即满足地叹了口气，抱着零食走进私人影院。我陷进柔软的真皮沙发里，开始在片库里挑选电影。然而，正当荧幕上放映到关键情节时，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划破宁静。又来了！我不耐烦地皱眉，快步走向控制室。监控画面让我愣了一瞬，只见游轮前方聚集了10几个人，站在几个简陋的木筏上。潘启和白依依站在最前面，身后是一群面黄肌瘦的幸存者。大家看看！潘启声嘶力竭地喊着，手指向游轮。这里面有吃有喝，还有电，他一个人却霸占着这么多资源。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一个妇女喊着：“求求你开门吧，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”她怀里的是一个看起来已经有10岁的男孩子。都是我的错，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比吴渊优秀，让他心里不平衡了。白依依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要是我早点发现他的嫉妒心理，也许就不会这样了。这话立刻点燃了众人的情绪。一个壮汉挥舞着拳头吼道：“因为嫉妒，就要把这么多人拒之门外，见死不救还是人吗？就是开门！”其他人跟着附和：“凭什么你一个人享受？”潘启趁机煽风点火：“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他还在里面享受，这种自私的人就该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突然有人开始用铁棍猛击游轮大门，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找来各种工具，疯狂地砸向船体。我站在控制台前，透过高清摄像头冷眼注视着门外疯狂的众人，他们的叫骂声和砸门声透过厚厚的合金门板隐约传来，像是一群困兽的哀嚎。各位，我按下外部通讯键，声音通过扬声器平静地传出：如果你们继续暴力破门，游轮的安保系统将会启动自毁程序。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，所有动作都僵住了。我继续慢条斯理地说：到时候整个仓库的物资都会沉入海底，
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一个瘦高个男人嗤笑一声，吓唬谁呢？你肯定是在虚张声势。就是，另一个妇女附和道，看他那样子，说不定里面根本没多少东西，就是在硬撑。我微微一笑，转身从旁边的餐桌上端来一盘刚煎好的牛排，澳洲草饲牛排配上黑松露酱汁，还冒着热气。我故意靠近摄像头，让所有人都能看清这道美食的每一个细节。我夸张地赞叹一声，慢条斯理地切下一块，让酱汁缓缓流下。这牛排的火候真是恰到好处。门外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，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咽口水声。我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杯冰淇淋，舀起一勺。餐后甜点也不能少，是吧？潘琪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里的食物，喉结不停地滚动。白依依则极度的眼睛发红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贱人！突然有人暴怒地吼道，但立即被同伴拉住。别冲动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就这样，一群人僵持在暴雨中，进退两难。雨水把他们淋得透湿，有些人开始打喷嚏，瑟瑟发抖。终于有人撑不住了，走吧走吧，在这儿耗着也不是办法。渐渐的，人群开始散去，各自划着简陋的木筏消失在雨幕中。最后只剩下潘启和白依依还不死心地留在游轮前。他们跪在游轮门前的平台上，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往下淌。无人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潘启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。白依依也哭得梨花带雨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嫉妒你，不该抢走潘启，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静静地看着监控画面里跪着的两人，想起上辈子被他们推出家门时，我也是这样跪在雨里，求他们不要拿走最后一点食物。手指轻轻划过控制台，我切断了外部通讯。屏幕按下去的瞬间，我看到他们脸上绝望的表情。雨还在下，但我的心已经不会再为他们淋湿了。2天后的清晨，警报再次尖锐响起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监控画面上显示的场景让我不禁挑眉。这次来了更多的人，约莫20-30人，挤在几艘简陋的木筏上，看起来声势浩大。潘启站在最前面，俨然一副领袖模样，用力拍打着游轮大门。林无渊，看到没有？今天你要是不开门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大家都是同胞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七嘴八舌的开始施压。就是这么大的游轮，分我们一点地方怎么了？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多资源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开门，否则我们就不走了。我觉得幼稚的可笑，干脆打开外部扬声器，一个个怼回去。这位大叔，上次你说你老婆孩子快饿死了，但我记得你是单身吧？那位大妈，你说你3天没吃饭了，那手里攥着的饼干包装袋是哪来的？还有你，潘启，上次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？被我点破的人顿时面红耳赤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就在这场闹剧中，我的目光突然被站在人群最后方的一个女孩吸引。她看起来不过16-17岁，瘦弱的身子裹在一件过于宽大的雨衣里，脸色苍白的可怕。自始至终，她都安静地站在最后，没有参与任何叫骂，甚至没有抬头。你呢？我通过扬声器直接问她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女孩似乎没想到会被点名，吓了一跳，怯生生地抬头看向摄像头。她的眼睛很大，却没什么神采。她声音细若蚊蝇，但还是被麦克风捕捉到了。大家说这里有吃的，我才跟着来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样逼迫你不好，所以一直没说话。人群顿时哗然，有人愤怒地瞪向他。我心里微微一软，在这样的末世里还能保持这样的想法，实在难得。你走过来，到大门口来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女孩迟疑地画着小筏子靠近。我迅速在系统操作界面上找到访问权限管理，将她的面部信息录入白名单。系统为白名单人员开启入口通道。凭什么他可以进去？潘启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气得跳脚。我淡淡的回答，就凭他的3观正常。游轮侧面的一个小型舱门缓缓打开，刚好容一人通过。女孩不可置信地看着开启的门，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目瞪口呆的人群。快点进来吧，我催促道。就在女孩踉跄着跨进舱门的瞬间，几个不死心的人试图跟着冲进去，然而一道无形的能量墙突然出现，将他们狠狠弹开，摔进水里。警告，未授权人员禁止入内。系统的机械音冰冷地响起。看到这个场景，众人终于彻底死心，有人骂骂咧咧，有人垂头丧气，但最终都划着筏子渐渐散去。舱门缓缓关闭，将暴雨和贪婪都隔绝在外。女孩站在干燥的舱内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欢迎来到曙光号。我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对她说，先去洗个热水澡吧，衣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透过监控，我看到女孩的眼眶突然红了，她轻声说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而我终于在这个末日里找到了第一个值得拯救的人。3年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当最后一滴雨水从渐渐放晴的天空落下，海平面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下降。被暴雨洗涤了整整3年的世界，显露出一片陌生的轮廓。姐姐，这是本周的物资清单。一道清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转身接过小雨递来的平板电脑。3年前，那个瘦弱苍白的女孩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利落地扎着高马尾，身穿简单利落的服装，眼神明亮而自信。我赞赏地看着她，这3年来，小雨不仅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，
更在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她已经从最初那个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女孩，变成了现在能够独当一面的副手。我将平板递还给她。这场闹剧结束后，我打算把邮轮开发成旅游景点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。小雨的眼睛闪闪发光的看着我。好，那等一切都回归平静，我们就开始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。是，船长。小雨一本正经地对我敬了一个礼，我们两个绷不住面对面大笑了起来。这场灾难的阴霾终于在我们的笑声中渐渐地褪去。末日重生91天，扫获生邮轮，前男友和闺蜜水里跪舔，我在顶端爽翻。